这棵枯树已经数十年未开过花、长过叶，你亦无叶可扫，何须日日打扫呀？师傅说了，扫地也是修行，无论有没有落叶，都需每天打扫。犟驴！住持让你清扫的呀，是你的内心，而非这10寸方圆。还下着雨呢，过来陪我坐一会儿，喝喝茶，解解闷儿。这棵枯树开花了，你看。你天生情窍不通，自幼情感淡薄，便如这棵枯树，虽有生机，却无花无叶。这棵枯树既不开花，也不长叶，看着黑不溜秋的，与此雅苑格格不入，不如找人挖掉丢出去。世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道理，有朝一日你长大了，行过凡尘俗世，便知枯木亦会逢春。若我长大自会明白，那我爹何必把我送到这里来？人皆有各自的缘法，情窍不通，在尘世间被视作烦恼，但在佛门境地却是一桩易事。你与我佛有缘，便与你法号圆通吧。奇了怪了，还送我回府。鬼见愁变活菩萨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要了命了！之前我吃豆角别有所图，眼下心存他人的人却是我，这印象如何扭转得了？方才多谢世子相救，还劳烦你亲自送我回府。端午时行事过激了些，如今全当赔罪，还望窦大人海涵。告辞。世子不会也想来提亲吧？不，我今日当值，正巧路过。不过窦大人金马不是凑巧，鞭炮不会凭空出现，我已经派人治查了。窦大人最近为了给四小姐拒亲，得罪了不少人吧？
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！玉璧珍贵，若像春秋中余书那般轻易交出，对方定不会珍惜。蜀姑比那连城璧还金贵，我宁可辞官不做，也绝不许给那些阿杂货色。他这父亲性子虽软，遇到大事还有点担当。世子也好春秋？哦，偶有翻阅而已。春秋微言大义，常读常新。改日有空，定要探讨。一定。请留步。陆明，去买套《春秋》，要当朝最新注解的。世子从前不是过目不忘吗？读完之后就送到养气院去了。我说过我拿来读吗？我拿来摆。读的哪是《春秋》，是《风月》。世子，抓到金马的人了，是海山伯的小厮，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说。这还用说吗？一定是求亲不成，恼羞成怒了呗。不过这鞭炮头大了一圈，作为爆竹已经是违规了，怕是有人私藏火药，要不要查一下？也好，正好治一治那海长伯。日后若再有人逼你一亲，便拿出这个，你有权选择，有权拒绝任何人，哪怕是你父亲、你伯父，都没有人能再逼你了。他原来可以求陛下赐婚，可他却只求陛下许你婚配自愿，足见对你是真心的好。你若答应我的求娶，5日后便在这白玉兰树上挂上红色碎条，我远远的就能看见；若无心，便挂上白的。日后我便不再打扰你。小庄周，季建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我说过吧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他们还是成婚了。如今躲到真定，总不能躲一世吧？这事儿啊，可大可小。若没个聪明人及时转换，可能给窦家带来个大麻烦。要不要听听我的招？损人利己的法子，我才不听。这回可不是损人利己，是我舍己为人。咱俩直接生米煮成熟饭。季建明，季建明，我和你是清风朗月的知己情谊，谁要和你煮乌七八糟的馊米饭？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我知己清风朗月，以后不准再给我提什么桥归桥，路归路了。幼稚。那，修好了，这西洋货修补不易，怕是要比重新买一个还贵呢。是啊，花了我3个月俸禄呢，纪念我们破镜重圆。哼哼，哎，别又坏了。还有啊，你爹说了，有什么事别回去，万事有他顶着呢。现在呢，就是不管选哪一头，都会开罪另一边。要是像爹这样谁都不选，那就是驳了皇家的面子，开罪皇上。我爹是书生心性，不懂变通，是顶不住的。但是此事绝不能落在我武伯的手里。你是怕窦武伯会利用你的婚事，把窦家拖入到夺嫡党争的浑水当中。朝师凶险，多少人曾为功名权势流血丧命，而我只愿平安喜乐，自由安稳一生。那你叫我关心吧。你是有姻缘之人，能知天地之因果，何须关心？可前方的路一片漆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何必执着于凡尘俗事呢？
闯天地，游大海，多么快活！你还记得上一辈子的事情吗？这谁能记得呀？我关心也是只能看当下，哪能无所不知啊？一辈子的事情是注定的吗？命里注定该发生的事情，就一定都会发生吗？斗转星移听过吗？星象在变，人也会变。如果全都注定了，你又何须在这里发愁？正因为充满了变数，人生才精彩。小姐回来了。苏沫最近在干什么？啊，宋沫只是在做他日常任职之事。哦，对了，海昌伯有私造火药炮竹之嫌，宋沫正在查此案。好家伙，居然还在上牙，还在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有心思上牙查？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不妥，他上他的牙，我忙我的事。赵掌柜，把我最新的洒金尖拿来看看。世子视金无畏，上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怎么偏偏是白色的？五爷刚打发你去田庄，你现在这样偷偷摸摸回来，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呀？回去吧，小姐。素心，去把那白色的纸鸢取下来。是。我来吧。哎，你们是怎么进这院子的？看门的伯伯叫我们进来捡纸鸢。别再来这树下玩了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快走，快走。素心，你去把那白色的尾巴也拿下来，赶紧的。城郊的爆竹厂确实与海昌伯有关，乃海昌伯与东郊神机营的人勾结而为之。海昌伯是庆王的人，那这批火药和庆王也有关系。难道庆王也和神机营的人勾搭上了？那这海昌伯就不是被斗七爷拒婚这么简单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属下发现被人跟踪，担心是海昌伯的人在作祟，就将人抓了起来，严刑拷打。然后怎么了？快说。然后他招了，他说他是陈曲水的人。陈曲水的人跟踪世子，这陈曲水跟海昌伯八竿子打不着啊。陈曲水的人，那便是窦昭的人。窦昭居然找人跟踪我，你却把人给打了？不打我哪知道他是陈曲水的人？不过世子放心，这个家伙呀，没什么硬骨头，交代的特别快，打的也还算不太重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小的熬不了打，别交代了。这后来世子亲自给我松了绑，还给了一枚金元宝，才让小的走的。世子可有说过什么？世子说，带他向四小姐问好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不敢造次，想着把金元宝带回来给四小姐。你辛苦了，这钱就全当给你做药费了，快拿去吧。谢谢四小姐，谢谢四小姐。四小姐，是我用人不当，小姐责罚我吧。是我让你派人去跟踪的，也不能怪你。我只是觉得这事有点丢脸。小姐，要不吃些点心歇一歇？
回事？好像是郊外的炮竹厂发生了爆炸，不知道逝死的人在不在那儿。快！哎，为何会发生爆炸？这是谁家的爆竹厂啊？小莫！小莫！快，拿水！接着拿水！小莫！四小姐，四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世子呢？我没找到他。小莫！他都吃死了吗？世子在里面，还没有出来。小莫！四小姐！小姐！小莫！找到了，没事了。谢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这里这么危险，你来做什么？跟我走。可是有什么要事？我自小在田庄长大，身边养着谋士和护卫。我一心想着不让自己受到任何伤害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着，却从没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直到刚刚那一刻，我知道了。宋墨，我喜欢你。其实我一早就隐隐知道自己的心意，却没有勇气面对无法掌控的未来。而我现在更害怕会失去你。我知道，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挺直脊背，努力地笑着面对苦困。但是在我这里，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。我会尊重你的任何决定，且护你周全。不过，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好妻子。我做不到夫为妻纲，去附庸顺从。但我会努力，做你的好伙伴。我不会让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你。你畏惧其出，我给你写好契诺。世子，仓里堆满了烟花，这火怕是救不得了。清理一下周边。世子，别让火势蔓延。世子，我们去清理。这么严厉劲儿，素心、素兰，你们也一起去吧。怪你没发现，我只想看到更清楚。我虽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但是我武伯和我爹，还有你爹那边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会答应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既是决定了要娶你，你父亲那边，我自会有应对之策，必定明媒正娶。怎会让你一个人面对？我也会帮你的。策马上小过残岗，听晚来风暮有莲花。
不是云太微潇洒，余生我你。只是离我们约定的时辰快要到了，怕是没有时间去门口的树上挂红绸了。不重要了。一生的傲然，为你带花伞，又或许心上迷人中也无岸，无可或缺你在旁，又度过荒唐的青春，来载我一段。让围猎榜首亲自教我骑马，倒是有些大材小用。你这坐骑十分金贵，舍得给本公主用？自然舍得。那公主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只要公主喜欢，燕堂随时恭候。这还是本公主第一次骑马，还是有点害怕。骑马重要的是要放松，只要坐稳，就不会有任何事情。燕堂，骑马还真挺有意思的。你以后能每天来教我骑马吗？只要公主愿意，当然没问题。停！这曲山鬼走的是情深婉转之调，子木语兮善窈窕，你尚未品出这里面的深意。如今母亲都不在了，练这些有何意义？你，国公，二公子，什么事啊？下去，再仔细的品味品味。是。说吧。世子接连3日与景玉公主出游，方才又一同去了跑马场。人人都在传，说世子和公主可能真成了。陛下围猎就有赐婚这个意思，他果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啊！自从松墨分了符以后，他仗着陛下的恩宠胡作非为。若是让他做成了驸马，更要将我这英国公府踩在脚下了。婚姻从父母之命，国公若是先给世子定下亲事，陛下也不好赐婚了吧？国公啊，这些都是世家淑女，秀外慧中，温良恭俭，与世子爷呀年纪也相当。去。国公怕是有什么不满意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这儿子啊，性子乖张，大家闺秀，训不住他，你就帮他选一位尖酸刻薄的悍妇。悍妇。国公选儿媳妇的眼光独到，我也是头一回听到。不过倒有一人选，京城西呀窦家4小姐窦昭，她呀恃才傲物，刁蛮泼辣，从小啊就在真定乡下长大，听说是个悍妇。此话当真？对呀。
济宁侯啊，甘愿背负骂名，也要抛子娶妹，与窦五小姐相定终身。可见这窦四小姐更不是个贤良淑德的货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下去办吧。是。国公，您真看上这窦昭了？窦家的人好啊，那宋墨和那窦武斗得跟乌眼鸡一样。这两个人若是成了婚，那这一志堂可就没有安生日子了。哦，对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这就去真定乡下打探一下此女子。是。四小姐的生母，给她留下的，我估计满打满算，也就是1两千两银子的样子。而五小姐，她的外祖父是兵部尚书，那比起五小姐肯定差远了啊！不是说窦昭是真定首富吗？哎，那是以前，现在海贸行情不好。他亏得没剩几个钱了，家产又全部交由这个窦家夫人打理。现在这日子过的呀，全都是仰仗他生母的嫁妆。他呀，就是个刻薄的悍妇。之前大雨几乎淹了真定，原本想着用高粱代替小麦，可好说歹说，这四小姐就是不乐意呀，非得让农户送去小麦，这不是逼我们吗？不是悍妇。是毒妇、罪妇。那四小姐之前看上了京城的庞家少爷庞坤白，非要嫁给他。那庞家少爷自然不愿意，他就命那护卫把庞家少爷打了一顿。这窦昭方圆百里谁人不知，祖母一手把他养大，奈何他就是个喂饱熟的白眼狼。为了攀上门第显赫，抛下祖母就回了京。他还买通了县衙，等着庞家去告状。庞家公子反倒落了一个欺男霸女的坏名声。造孽呀！这么嚣张，看来他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刻薄妇人。听说是贤侄在陛下面前美言了几句，如今陛下不仅让我官复原职，还夸赞了一番。伯父能够官复原职，全是因为伯父胸中有丘壑。陛下正是看重伯父拳拳爱女之心，虽有微词，却也不忍苛责。可是，我也没做什么呀。此言差矣，不说窦昭，另一桩成交爆竹案也得承谢伯父。爆竹案，这又是从何说起啊？伯父不惧权贵，将海长伯抱拿出府，朝臣之中鲜有如此胆色之人。正是因为伯父，海长伯才能露出马脚，成交爆竹案才能如此快被勘破。此功，非伯父莫属。说来，燕堂还得感谢伯父。哎呀，听世子此番话，确然畅快。请，请。好酒啊！此酒放在我府上也是浪费，伯父一定收下。这可是御赐的甘露白呀！聊表感谢之意。诸子百家，浩如烟海，你竟真能静下心来读，真是难得呀！这还是前朝抄印的孤本。伯父若是喜欢，此书便送给伯父。不可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你既常读，便留着吧。早听闻伯父的字飘逸俊秀，一直未能见得。这文房四宝，当配名贵清流，放在我这个武将这里，着实可惜。哎呀，这可是极锦墨呀，字好笔。珐琅砚台，据说可暖墨不凝脂。简直胡闹！你且去街上打听打听，看看苏沫当初是如何挟亲夺府的。上次金马相救，
我发现他平日里不那样，是一个文武双全、直立稳重的孩子。不遭人妒是庸才，我看外界传的都是谣言，莫须有的事。因为提家的事，我答应收姑，婚事听凭己愿。更何况收姑手里可是有圣旨的。这天道简直是变了，竟然由他来选男人。你说窦昭胡闹，你也跟着糊涂。就算你胡闹，那英国公那个老狐狸，也肯定不能同意的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英国公派人给世子下聘礼了，聘礼的箱子都摆在大门口了。你是说英国公宋宜春？是的，五爷，拜帖上写的就是国公爷的名字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出3日，你爹必携聘礼上门求娶。诚如军师所言，我若摆明了想娶你，他定不会让我如愿，反其道而行，让他自己挑中貌美泼妇来拆散我跟公主的良缘。不过此番也少不了锦玉公主的助力。恭喜世子一招制敌。恭喜四小姐，旗开得胜。大功告成，鱼跃龙门，喜结良缘，同心同德，夫唱妇随。夫唱妇随不对吗？难道是早生贵子，岁岁年年，恭喜发财，龙年大吉？老爷，补齿铺那边送来的。准聘礼进府。是。啊，再高一点，对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。行。这次耳夹的可真好，是吧？这袖口感觉得收个半寸，还有裙长得长1寸。这个凤冠上，感觉得绣个凤穿牡丹，再点缀一些朱兰石、毛儿晶。好了，素素，你别忙活了。你这特意回来一趟，连好好说话的功夫都没有，一直忙着选段子、裁尺寸、选花样的。你看看这手指头，我忙得开心得很，你可不许嫌难看。你把那凤凰绣秃了我也穿。对了，你放在我那儿的家私，还有土豆生意的分红，我请镖局送过来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可是那么大笔银子，那宋墨信得过吗？收姑，素素，这是我换了第28种花卉做的喜饼，孙姨子来，先替收姑尝尝。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先走了。我得先去帮素素改下衣服。你，素素，哎，如姐姐，你别闹了，一天吃7、8顿喜饼，这肠胃哪里消化得过来啊？可是我想给收姑做最好吃的喜饼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这个喜饼送出去，京城的点心铺子1大半都得关张。真的？听见没，四小姐？四小姐，祖母，老太太不让旁人碰这个箱子，说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这些首饰和庄子是我给你攒的，傍身的嫁妆不嫌多，你多一些底气，
我也多一份安心。这是崔家世代流传下来的坠子，日后满朝崔氏学堂的清流直臣，亦使你作为世子夫人的助理。我还说要带祖母去看山河春光，自己却先嫁了。祖母，以后我一定会。不急，好花不语替乡人。只要宋墨是惜花之人，山河春光哪儿都有。女子嫁人不是唯一出路，你既然嫁了，就要嫁得圆满幸福。若是受欺负了，你不能受委屈，这儿永远是你的家。对了，忙了一下午，怎么没看见姑父在那儿？哎呀，我这个儿子虽然不善言辞，温吞了些，好歹知道重情重诺。寿姑，你母亲留给你的手镯不是一只，是一对儿。一对儿。另一只本来戴在世英的手上，生下你时就约好了，以后把这镯子留给你和你的夫婿。一双碧玉一双人，碧色无瑕两情真。顾秋继承1周年，世英就把这镯子和一坛女儿红埋在了庄子的大树下。多年过去了，告军屯时，大树也砍了，而后几次水灾，寿姑出家，没有这个，顾秋怎么放心呢？爹，对不起，寿姑。我们来吧。世子为何不过去，却在这儿远远的望着？不是说不能见面，不然会不吉利吗？哦。一个镯子，至于吗？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念想，你人情淡薄，不会懂的。你对婚事没有底气，所以才想寻个念想。不如我送你点实际的。那，这是辽东马市里万中挑一的千里马。如若你以后腻了、毁了，或者受欺负了，可以随时骑它来找我。保证宋墨追不上你。又是这个妓女！哎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！母亲这一生所求，璧人成双，心心相印，而我却始终找不到这玉镯。是她对我失望了吗？寿姑，把眼睛遮上做什么？拜堂前见新娘不吉利，你爹说的。等需要帮你找。不用了，我们这几个人找了这么久。应该是找不到了。我们成亲有那么多事情，你快去忙吧，真不打紧。明儿就是正日子了，
出格的事，我再跟小姐核对一遍。金100两，银500两，香衣裙5箱。放开我！没偷听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世子即将大婚，竟敢偷听墙角，无理处死！是何人所派？哎呀，舅舅，寿姑，舅舅，哎，放开！原来是赵大人，得罪了。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半个月休沐，我风尘仆仆赶来贺喜，却被当成了贼。我问你们，我像贼吗？这么多带刀护卫，是出阁还是入狱啊？大人，世子是怕再有替嫁那样的事情发生，才派我带人守夜。大人脚下有泥，又在墙边徘徊不定，快，属下这才误会。又闯祸啦！你也看到了，一看宋墨手下的兵，就能知道此人生性多疑，行事狠戾。如此一个暴虐凶徒，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舅舅，旁人也说我自私、凶悍、贪财，长着一张泼妇脸，外人之言难免带有偏见，做不得数的。宋墨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前他在福亭，一心为了百姓，亲自带兵剿灭海寇，他一腔赤诚，爱护百姓，怎会是暴虐凶徒？你莫要被情字所困，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了。我可听传言，说他无缘无故把府里所有的护卫都给杀了。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是个善茬吗？你不想想，这国公府就是个虎穴狼窝。公卿之家不比官宦之家，就单单看这国公爷，这英国公府也并非是值得嫁的好人家呀。我知道舅舅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相信他是真心的待我、护我，我愿意嫁给他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我就随你吧。你母亲说过，选择没有对错，只要出自本心，不会后悔，她定会支持你。她也从未后悔嫁给你父亲。古丘在天之灵，知道你找到了合意的夫婿，一定比我还高兴。那个信送过去了吧？我倒要看看他如何进得了门。上次被替嫁，这次被悔婚。等着。如朝日等飞燕，金戈追长鞭，百战不言因你年回。朝朝暮暮常相见，虚心相约，如风中夜尽缠绵。与情比相恋，双影飞，共庆年又年。朝朝暮暮晚晴天，等清风朗月。守得五散云间，潸然半生泪，被你一吻融化。此生缘如水中月，心安碧于天。繁华不醉眼，春晖要缕连。山川水远，我也不惊羡。此生愿与你守夜，你是大暮年，我定富贵无缺。朝暮之间，天荒已可见满月。此生缘如水中月，心安碧于天。繁华不醉眼，春晖要缕连。山川水远，我也不惊羡。此生愿与你守夜，你是大暮年，
约定富贵无缺，朝暮之间，天荒已可见满月。